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命理警示，生肖马速看。下半年有生死大劫，这3个地方千万不能去。第一个，你可能常去。说实话，属马的朋友们，今年你们可得把心提起来了。尤其是下半年，命理上有明确的生死大劫征兆，不是随口说说的危言耸听，而是有迹可循的命理现象。特别是进入农历7月以后，一些煞气格外旺盛的属马人，很容易在几个特定的地方里招惹煞运，轻则破财，重则伤身，甚至关系到生命安全。你可能会觉得疑惑，自己一直挺谨慎的，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劫难？其实这就是命理中所谓的劫煞临身。属马人在2025年这个乙巳流年，虽说整体运势起伏不算特别剧烈，但白虎星与血刃煞在命盘中交汇，再叠加太岁地支4火与马年5火构成刑合之局，等于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触发隐藏的大凶之象。而最让人担心的是，有些劫难并不是你做错什么才发生，而是时空共振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只要你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那劫运就可能悄然落下。所以今天要特别提醒所有属马人，尤其是那些生于1954年、1966年、1978年、1990年、2002年和2014年的朋友，接下来的几个月一定要格外留意下面这3类地方。第一个，你可能就天天出入，别等出了事才追悔莫及。首先要说的就是医院、诊所、看护机构这种阴气重的场所。别误会，不是说属马人不能生病看病，而是说非必要不要频繁探病、陪病或在这种场合久待。命理上讲，属马的人属火，而医院属于水木阴煞之地，阴阳冲突严重。而今年乙巳年中，4火藏庚金、丙火、戊土，本身就容易引发内火外冲的状态。一旦火气过旺，遇到阴气场，身体容易出状况，比如突发的心悸、高血压、意外发烧，甚至出现查无病因的虚弱和精神疲倦感。特别提醒属马人，如果你是那种本来身体就不太稳的群体，比如年纪偏大、有慢性病史，或者今年感觉总是莫名没精神、睡不好觉，那更要远离这些场所。有时候只是一次好心的陪诊，却可能成为触发病符星与血光煞的诱因。第二个不能轻易涉足的地方是高山、峡谷、海边，这些看似风景优美，但实则地势极端的自然地带。很多属马人性格开朗热情，喜欢接近自然，甚至假期一到就计划登山、潜水、露营。但你别忘了，今年下半年你命中地形不利，再加上破军星直岁，最忌的就是行煞入命。通俗讲就是地形越复杂、越险峻的地方，对你的运势越不利。不光是体能上的挑战，更是元神不稳之时与磁场不合的直接冲击。很多人以为走山路出点汗是锻炼，实际上这几年因为风水命理不稳，属马人出远门，尤其接近高海拔或深山区域时，出现意外事故的几率比平时高了不止1倍。而且4火对5火之年，本命属马者容易脾气火爆，情绪起伏大，一旦在野外发生突发状况，比如天气变化、道路滑落，常常会因为情绪失控而判断失误。很多灾难不是因为事大，而是因为当下处理方式错了。
所以这段时间，如果你非去不可，请务必结伴而行，提前做足安全规划，不可大意。第三类属马人要避开的地方，说出来你可能更意外，人多气杂的场所，比如赌场、灵堂、殡仪馆、夜总会、地下酒吧等等。这类场所之所以危险，并不是场面上看起来如何，而是背后潜藏的阴阳混杂之气，对属马人来说极其不利。你想啊，一个地方如果阴阳混乱，气场失调，属马人这种阳气强、火性盛的属性进入其中，就像火扑湿柴，看似有爆发力，实则极易熄灭，反伤自身。尤其是赌场、夜场这种聚财而煞的地带，看似热闹繁华，但往往聚集了大量贪、赌、欲、妒的负能量气场。属马人如果这时候本身就有点财务压力，精神疲惫，甚至怀疑人生，那真的很容易被这些场所的气场吸引，一步错步步错。更有甚者，因为财运走弱，反而赌一口气，结果赔了钱还伤了运。命理中讲，火遇阴煞则燃，燃则亡。什么意思？就是属火之人若在气场不稳的环境中过久停留，最容易出现突然破财、情绪暴走，甚至身心俱损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很难短期内恢复。所以劝你一句，下半年能不去这些场合就别去。朋友邀你去嗨一晚，说要聚会放松一下，属马的你务必多一个心眼，尤其在7月、8月、10月这些关键月份，更得避而远之。当然，说了这么多不要做的事，也不是让属马人下半年就待在家里不出门，关键是要择时择的择办。命理上说避凶趋吉，意思就是通过避开灾煞之地，转而走向旺运之地，依然可以逆转运势。你可以多去一些阳气重、人气旺、绿色生气浓郁的场所，比如公园、书店、文化馆，或者阳台晒太阳、养植物，这些都会对你的火元素起到正面调节作用。还有就是多接触温和、有耐心、有稳定气场的贵人型朋友，他们不但能帮你看清事态本质，还能在你情绪起伏时提供有力支撑。最后再提醒一句，很多人总以为生死大劫听起来太悬太远，其实劫难往往隐藏在生活最不起眼的角落。一场突发病，一次意外事故，一次错误的决定，这些可能就构成了命运的转折点。对属马人而言，下半年要做的不是紧张兮兮，而是保持警觉，调整节奏，学会避开那些命理地雷，你自然可以平稳度过，并在年末重新回归正轨。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